本身呢跟我兴趣还蛮像，哪方面的兴趣？篮球。哦，以前我真的还是不知道他喜欢篮球这件事，后来陆续看到他有收集球鞋，然后呢，他对 Kobe Bryant 是非常的敬仰。可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会打篮球的人。对，甚至我觉得他看起来是一个会创作的才子，连篮球的规则都不太懂。哇，掌声欢迎炎亚纶！最近势如破竹，真的，我在那个各大电视，你看强打，而且他以个人的专辑，然后转身那个泪滑下来，哇！这一次专辑确实是带给大家不同的层次，对不对？你刚发不久嘛，先跟他好好推荐一下这个，来，直接先送你们哈，谢谢纪念日。这个是皇冠版的，然后这个稍微呢，文青一点的，哦。对，很适合他，他需要文青气质。他这个想那边我适合这个。哎，那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他刚刚说你蛮崇拜他，这是真的吗？哎，他以前是我学长。哎，他跳过哎，他以前是我学长，他没有回答。你问他，在学校他真的是蛮受到男生的崇拜的。对。你要跟那种他在学校，他没有答案，他没有给你答案。有啊，我蛮崇拜他。有，因为可以，你人太好了啦。既做主持，然后又在篮球场上奔驰。是。有押韵。10年前还有奔驰，现在没有办法奔驰，现在都是当拖车。全世界最难防的是拖车，很难，对。好，欢迎！恭喜发片！真的，因为亚纶后来我是因为偶像剧，他跟范范姐一起拍那个《霹雳 MIT》，然后在休息空档的时候就跟他聊，然后聊的时候才知道，哎，他也是文化大学的，你是文化大学戏剧系吗？不是，新闻系。因为新闻系来讲的话，跟现在你说自己发专辑，从团体专辑的演艺圈，其实有一点落差，虽然在荧光幕前是一样的，但是感觉会差很多，对，落差很大，对啊，对，因为他也是，你是什么系？我是台大生传系，生物产业传播。出来可以怎么样？我们系上出来可以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出来大部分会你说就业吗？有些人是当主播，也有人是记者，都有。真假的？传播业。然后有些是对啊，就类似的方面。我说了，因为我为什么要从这个出生开始聊，就是他学的东西，因为其实很多人也许知道，亚纶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医师。哎，其实我真的很惊讶哎。怎么说？就是爸爸是台大的医师，因为一些歌迷朋友可能知道，可是一般人可能会想到说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如果是医师，那种严父应该会期待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走什么样的路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本来也以为，我如果选择这个行业的话，他是应该最有意见的一位。对啊。可是没想到他某一天就是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哎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走这个行业的话，只要用心做，就是爸爸一定会在后面支持你。对，是反而让我蛮意外的。对，他是支持的。他对你严厉吗？在管教从小？妈妈比较严厉，妈妈比较严格，所以通常他是扮演比较慈善，就是白脸的那一面，然后妈妈是打骂都有这样子。他管教方式会打你吗？你说妈妈会，不可能，真的。我以前曾经有一次就是国小的时候，只是因为考卷一般来说都是同一面嘛，然后有一题在后面，然后那一题6分，我考了94分，我没写到那一题，然后我妈就真的是痛哭流涕，然后无法自拔到一个94分，好严哦！我哭的点在哪里？我那时候也相当的不理解啦。就94分还哭，他可能觉得我很粗心。我都50几分啊，要阳台键还是什么？我94分还哭，就可能他觉得我粗心，他希望你标准是在100分内。对，他觉得那个可以100分，就应该要100分。就对你期望比较高。功课是一件事情，那感情这件事情，妈妈会不会管？感情哦，比如你小时候，比如高中就交男女朋友这样子。他其实有在国中的时候偷听我跟
就是我的当时候的另外一半讲电话，直接是拿另外一个话筒在偷听，家里对不对？怕分机就是怕这种对，宵小，讲电话吗？关心的家长，因为他爸妈床头就有一支电话，然后我要讲电话，我是拿那个客厅那个无线的，对，然后有时候还必须要爸爸经过门口的时候，赶快藏到被子里面，然后但有一天他就发现，哎，为什么电话都不在，他就拿起来听。导致我后来就是不太敢在那个，所以你当下没有发现电话那一头有那个另外的呼吸声？后来就有发现了。我回头来讲到音乐这件事情，因为大家看到亚伦一开始其实是团体这件事，飞轮海嘛，对，但在团体呢，因为我们自己公司也有团体嘛，其实团体我觉得有一个原罪就是，人家不会特别注意你唱歌这件事情。讲原罪是比较基督的感觉，对，但是就是一般人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包袱啦，对，就是那个包袱，其实也不是说不好，那只是原本你的样子被注意到就是团体的样子，然后包装啊，公司可能一种运作的方式，所以自从自己出来，然后要出专辑之后，开始慢慢的理解到，他其实对我是一个好的，但同时我必须要更努力去突破，对，让一般的人去认同我的东西。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偶像这个字，会觉得会忽略到，其实你也是才子这一部分。我没有说自己是才子啊，但是自己真的会创作，很厉害，很喜欢唱歌，然后也喜欢写文字这样子，所以希望自己的那个专辑里面越来越有自己的色彩跟味道。不过说真的，有些人对团体就会觉得啊，帅哥，尤其男生，对，你有没有发觉？有些男生就会觉得帅哥啊，然后他刚好他的朋友和周边的女生朋友都喜欢你之后，哇，暴跳如雷啊，更不爽。所以我想你们在团体之后，包括你自己个人现在一定会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，多多少少都。你自己都会用什么方式去？我自己会告诉自己，还好还有恨你的人在。万一是有一群人对你无感的那个，你才要担心。没有错。对，确实是这样。而且恨你的人，或是不喜欢你的人，其实才是真正，会激起你的，就是更精益求精的那一块的战斗力。你真的有遇过那种很极端、很讨厌你的粉丝吗？倒没有，但是哪有那些哪敢面对面站出来？但是有时候别人的粉丝啊，没有就暗处的。我会自己去网络看一些网友的评论啦，就是你知道网友比较直接一点，或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真的是蛮客观的。你怎么突然说？对啊，没有你会去看？我多少会看，然后一开始应该会被影响，对不对？最一开始被影响惨。哇，那个动不会掉，因为他们讲了很难听的字眼，对，然后你会突然间你会被那个文字就是影响到表现，对。那是刚是团体的时候。对啊，刚是团体的时候。你有没有跟团员分享，或者跟爸妈讲说他们怎么这样说？没有，我不是那种会讲这件事情的，我会自己默默的消化，自己在心里想说，好，有一天我会让你们认同，就是我会再努力这样子。因为我那时候去上海，我看到有一幕是怎么样？我觉得蛮感动的，因为当天去那还有吴尊嘛，然后就现场是我们那天爆满，有1万多人有嘛，然后他要每个人要讲话跟大家打招呼，那亚伦是第一时间他说我想要抱一下吴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当下觉得是怎么回事嘛？其实很久没见了。对，很久没见。那个隔多久？哇，那拥抱之前，差不多快半年有了，就是完全没有在一起的。因为以前可能是时不时还会在公司遇到或干嘛的，然后自从他真的就是离开了之后，然后我们真的就非常少见面。因为他也去拍他的电影，对，然后做自己的事，你也是在忙专辑，其实蛮珍惜那段时间，对不对？蛮珍惜啊，因为说实在，在一起4、5年，中间的这个感情累积一定是真的。就即便是有时候小有口角或是吵架，我觉得那都是因为太在意
自己现在做的事情。一定的啊，而且团体之间，团体哇，没打架都算是偷笑，真的必须的啊，因为真正的兄弟，你看亲兄弟，我跟我哥亲兄弟还是会吵，还是会斗嘴，可是那种感情，我觉得没有飞轮海就没有现在你，也没有现在的吴尊啊，还有其他大东他们来，陈亦儒，那段时间。你们凑在一块是公司突然间安排你们4个就这样合起来。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大东还有 Kelvin 一起演戏偶像剧，所以那时候你们还不是团体，就是各自演戏这样。就是其实也算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了。后来吴尊就进来了，然后导演那个我们老板一看，这4个人各有各的样子，各有各的特色，那不如把他们凑在一起变一个团体这样，就从此之后飞轮海就诞生。然后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很地铁去相处过。深情的炎亚纶至今对旧爱仍念念不忘。曾经有一位很要好的在一起过的，然后可能相处过之后，某一天呢，我就渐渐的，就是发现不适合了，不适合在一起了。